高敏感人其实很适合接话，因为你最擅长的就是听懂别人没说完的那半句。对，很多高敏感的人会觉得自己不会社交，聊天容易冷场，反应也不够快。但我反而觉得你不是没有接话能力，你是太会感受到东西了。就是别人一句话刚说完，你已经听出了他的语气、情绪、停顿，甚至他好像有点不开心，有点疲惫，有点想继续说。但问题是，你感受到了很多，却不敢说出来。因为脑子里会立刻开始审查，我这样问会不会太冒犯？我这样回会不会太热情？我是不是想太多？万一对方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怎么办？然后最后就只剩一句，是啊。对，明明心里已经接了10句话，嘴上只出来3个字。所以高敏感人接话冷场，很多时候不是因为脑子空白，而是脑子太满了。这个说法很准，别人是没想到怎么接，你是想到了太多种接法，最后哪一种都不敢用。那今天我们就想说，高敏感人不用逼自己变成特别外向、特别幽默、特别会控场的人，你只要学会把自己的观察力变成一句轻轻的回应。轻轻的回应这个词很好，因为高敏感人其实最怕的不是说话，而是怕自己的话给别人压力。所以第一种接话方式不是制造话题，而是接关键词。比如对方说，我最近真的有点忙，你不用马上问一堆，也不用立刻给建议，你可以只接住忙这个词，说听起来你这段时间事情挺满的。这句话很简单，但它会让对方觉得你听到了。对，接话不一定要聪明，先让对方知道我在听，就已经很舒服了。再比如对方说，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你可以接，感觉这件事可能有点复杂，不太好一下子讲清楚。这就比怎么了温柔很多，他给了对方一个空间，对方想说就可以继续说，不想说也不会尴尬。第二种是接感受。高敏感人其实很会捕捉感受，但总怕自己判断错，所以不要把话说得太满，不要说你就是很难过吧，可以换成听起来这件事有点耗你，或者感觉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不是特别轻松。这种表达有一个好处，它不是替对方下结论，而是把你感受到的东西轻轻放在那里。对，你不是在分析它，你是在给他一个可以被理解的入口。而且很多时候对方会因为这句话继续说下去，他可能会说，对，其实我最近真的挺累的，这样话题就自然打开了。所以不冷场的关键不是你抛出多厉害的话题，而是你有没有接住对方此刻的情绪。第3种是接下一步，这个特别适合高敏感人，因为你们不需要强行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只要顺着对方刚才的话往后轻轻递一下。比如对方说，我最近想换个方向试试，你可以问，那你现在比较想先了解哪一块，或者你是已经有点想法了，还是还在摸索。这种问题不会太重，也不会像审问，它只是帮对方把话往前走一步。还有对方说，我最近开始运动了，也不用说你能坚持吗，也不用立刻讲运动方法，可以说，那你是为了状态好一点，还是想让生活更有节奏一点。这句话就很高级，因为它不是停在表面，而是接住了对方背后的动机。而高敏感人很擅长看见动机，只是以前总不敢说。但我想提醒一下，高敏感人的接话也有一个小风险，就是容易过度解读。对，听出一点情绪，就开始在心里分析很多层。所以我们要记住一个原则，接话不是拆解对方，接话是陪对方多说一点。不要急着说你是不是因为原生家庭，你是不是其实很缺安全感，这种太重了。对，聊天不是心理咨询，轻松接话的重点是轻，不是准到吓人。所以你可以用一些留有余地的表达，比如听起来有点像，感觉可能，如果你愿意说的话。这几个词会让你的敏感变得柔软，而不是让对方觉得被看穿。我觉得高敏感人最需要放下的是把每场聊天都当考试。是，你不需要每句话都接得完美，也不需要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有趣。
有时候一句我懂你说的那个感觉，就已经比很多热闹的话更有分量。而且冷场也没有那么可怕，聊天里有一点停顿很正常。关系舒服的人不会因为3秒钟没人说话就否定你这个人。真正好的接话不是把空气填满，而是让对方觉得跟你说话不用费力。所以高敏感人不要急着讨厌自己的敏感，它不是负担，它只是还没有被你用顺手。你可以从下一次聊天开始，试着只做一件事儿，不要急着表现，先听对方话里最明显的那个词，那种感受，那个下一步。接关键词，接感受，接下一步就够了。如果你也是高敏感人，曾经在聊天里明明想了很多，最后只回了哈哈可以在评论区留一句，你最怕哪种聊天场面？我们也想听听，你是怕冷场，怕说错，还是怕自己太认真？这里是慢慢生活播客，我们下期继续陪你把那些卡住自己的地方慢慢说清楚。